哎，你说外国人随不随礼呢？他们有没有随礼的苦恼呢？我的好朋友马蒂耶的女朋友申请我们学校 UCL 的硕士申成了，前几天居然被他妈叫回意大利办了一场升学宴，为了把这些年随出去的升学礼金给收回来。听这事儿给我吓一跳。他们也随礼，像意大利南部这地方，就是结婚生孩子升学这都随，而且你别整那没有用的立个扔，就直接拿钱。随的还不小呢，据他说就是结个婚得是300到400欧起吧，因为这婚礼吧，香车美酒加咖啡，摄像婚纱加玫瑰，来血一整一天，不喝断片誓不归。你这种开销，一般家庭承担也挺费劲，所以来的客人你得给人家补助点。好像意大利这地方，就一年的 GDP 就被婚礼这一个事儿也拽高了好几千瓦。那在英国和北美这边呢，咱就说我知道的哈，就没有那么流行直接给钱，最流行的方式呢是新人到商场登记他想要啥，然后发出清单，被邀请的人按照这单子买，他们就感觉好像避开了这个钱这个问题，就不那么尴尬了似的，那直接要东西，就好像那东西是梦泡出来似的，不用花钱买。然后被邀请的人呢，就在这个单子上选你自己想买的东西买。就比如说最近我有朋友要结婚，那他这单子上我肯定选小坚果，我肯定不选蜡烛托，因为在我心中美的东西远不及香的东西让我动心。你看我找个对象就知道了。而且吧，他现在是热恋期，他还不懂，等到结婚以后，他肯定不会想和她老公整一顿烛光晚餐。问题呢，肯定不在有没有那美丽的烛台，而是欠着债的债，烧着钱的海，还有那青春不在的阴霾和恋恋红尘的情怀。我说到哪了啊？对，你就按照这个清单上的东西你就买嘛。一般他要的呢就是小家具、小家电，小餐桌来小壁橱，咖啡机来微波炉，就这类东西。完，我的婆婆呢，每次给人家买的都是吐司机，因为这吐司机肯定是清单上最便宜的东西。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，人外有人，天外天，比抠这事儿没有边。那很多人都想买便宜的，所以有时候这新婚夫妇会收着4个吐司机、3个烧水壶、1个菜板子，没有微波炉。所以呢，就这个习俗这些年还改良电子版了。这对新人呢，把他要的清单的电子版发到你手机上，然后你买完你划掉，也就是说别人就不能买了。哎呀妈，这改良可给我婆婆折磨完了。我婆婆有个表姐，她姑娘要结婚，我婆婆就天天给人打电话，想第一个看着这清单，然后把这个吐司机这玩意儿给划掉，省着别人跟她争嘛。而且吧，我婆婆这吐司机她都买完了，就圣诞节之后打折半价吐司机，她买了6个。加拿大人少事儿稀，她寻思就这辈子婚礼都够用了。哎呀，我婆婆为了保证网速，就在清单出来的时候，正当时代弄潮儿，华单第一神，那家伙那天就家里人都不让用手机。结果人单子发过来，我婆婆划掉吐司机的同时呢，他家他二姨跟他同时划的，他俩就争当这吐司机买家嘛，那家争的婚礼上差点没干起来，到现在不说话呢。现在这个传统呢，就演化的更先进了，就这小两口呢，就选一个他们喜欢的档次的商场，完到那以后人给你个扫码机，你俩就逛，喜欢啥你就扫。你逛完之后呢，你喜欢的东西就自动生成一个清单，完你邀请的客人呢，就直接来这商场，就报新郎新娘的名，完人商场就告诉你，你都可以买啥。完这就又有乐子了。我老公呢有个表哥，两口都高薪，所以他俩就选了一个比较高档的商场，而且呢人家没扫吐司机，人自己已经买完了，就那种高档的可以调温的，直冒蓝光，都可以美甲在里头。完他俩扫的就都是高脚杯、银器餐具啥的，还有个家用意大利面制造机。我婆婆一看这清单，差点没气嘎过去。她还有5个吐司机没用呢。最后婚礼那天，那我选的肯定是高脚杯呀。我就一直搁这寻思，你说我婆婆最后能选啥呢？结果到点了，车门一开，我婆婆抱着她3年之前买的吐司机大盒子就上来了。我就问她，我说他们不是没要吐司机吗？我婆婆说的，相似就行呗，就大概就是那个意思。我说那这个吐司机跟哪个相似啊？我婆婆说，他俩不是要那个家用意大利面制造机吗？我说那个跟吐司机哪儿相似啊？我婆婆说，都玩面嘛，你烤面包烤意大利不就得了？哎，我婆婆这2天老闹心了，因为本来她每年这个时候吧都来伦敦看她大孙女，这不今年特殊情况不适合旅行吗？没来了。哎呀，老太太挺聒噪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们也知道，就我婆婆不是一个很大方的人，可能老粉们记着我说过，我老公回加拿大，那要是在我婆婆家喝她冰箱里头牛奶了，出门用她开车烧一脚了，那都是要收奶钱油钱的。那他是怎么这么大方，舍得花这么多钱，每年带着我这个走道老顺拐的公公，烧这么大一脚油，从温哥华飞到伦敦来看孩子呢？因为这个钱吧，是我老公12岁开始打工挣的，只不过让我婆婆给扣下了。跟你唠唠这事儿啊，给我逗稀了。我婆婆吧有个优点，
就他自己不是有点抠吗？挺爱攒钱的，所以他吧也特别喜欢，就从小培养孩子多努力挣钱攒钱的这个意识。所以我老公从12岁开始就有他第一份就在给邻居送报纸的这份工作。然后后来他上高中以后呢，去过机场杀过吊机，去过披萨店擀过饼皮，去过工地用过水泥，去过少年宫教过冰嬉。他最喜欢的呢是在中餐馆刷盘子这工作，因为老可以吃别人就是没咋碰的那些剩菜。然后据说中餐馆老板他姑娘也是挺好看。然后原本的规定呢，就这些年他打工的钱都放在我婆婆那儿，然后等到他上大学的时候，就用这个钱交学费，就不用再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这个助学贷款了。然而可但是啊，就大学录取通知书下来了，学校申请的还挺不错的，我婆婆赖账了，说这钱不能给他。完我老公就问他妈为啥，那我婆婆也是好强人，告诉他，那我听说老谁家的小谁申请的是全额奖学金，你为啥明明知道有这种机会可以免费上学，你还非得花家里的钱呢？我老公说的，那老谁家那小谁人学的是高等数学，高等到啥程度呢？就数学在他心中根本就是哲学，谈尽他的人生理想，除以9000次口塞音的岁月过往，根号2两小烧等于人间不值得。你一般人你根本听不懂他研究的啥玩意儿。再一个，你看小谁学的那么厉害，你看人家里那俩老谁呀，熊老谁是律师，慈老谁是工程师，所以人家孩子天生我材谈尽他，那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你再瞅咱家，炒个大米饭都得必须用电饭锅原装的量杯，量杯上边只是3人份，来4个人你都得查2次饭，量杯丢了你3年吃不着大米饭。这个事儿我将来的妻子会告知全世界的。人家小时候玩寻找小行星，我小时候玩谁是尿炕精，那是一样的苗子吗？但是我婆婆非常坚定地说，你是我儿子，我对我的孩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有一个人能申请上奖学金也应该是你，所以我现在对你是非常失望的，这个钱我不会给你了，你自己去申请贷款吧。哎呀，据说当时给我老公气的哈，据我公公描述，当场气喘息了。你说他咋这么大能耐呢？你说你生气，你有能耐，你说你上冰箱把他奶都给倒了啊，你上他车那把他汽油都给倒了啊，你说这家伙这大能耐，气喘息了。完事据说当时我老公摔门而去，半年没回家。完后来我俩不是住在伦敦吗？有孩子以后吧，我婆婆就特别想看孩子，完他就老想让俺俩上加拿大，因为他不想买机票来这儿。然后每次视频，我婆婆跟俺俩说让我们买票去加拿大看他，我老公的回答都老直白了。我一年到头攒这点钱，还有这点年假，我肯定是会用在回中国上的。你想看孩子，你可以自己来嘛。我婆婆说的机票钱太贵，我老公说的没事啊，我12岁开始不就开始给你打工攒钱了吗？大方花，别抠，别秀你。就到现在哈，我老公每个月也得还这个加拿大的助学贷款，然后我婆婆扣下这人民币和10多万块钱吧，然后就留着他每年来看他孙女。经常有人会问我老公，你一个加拿大人，你怎么会想到住在伦敦了呢？我老公的回答是，我尽量住在跟我妈的距离在机票8000块钱以上的地方，省着我给我妈垫的钱她花不完。